最近，中国电科员工陈志龙事件引爆了中国的网络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益保障了。这当然是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整体素质的一件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国内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实施的现状有些担忧。我想，但凡在国内工作过的人都抱有很大的偏见，无论是每天的工作时长、周休时间、工资待遇等，让大部分劳动者都积压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可以说，陈志龙成了这股怒火的导火线。当然，即使没有这次陈志龙事件，在不久的将来总会爆发出来，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无数个陈志龙，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马云之前996是福报的言论，我个人认为也是此次事件的诱因。有的网友甚至拿日内瓦公约来对比，可想而知中国国内劳动者的待遇有多么糟糕。既然如此，我们首先应该来了解清楚劳动法的历史，以及我们劳动者拥有怎样的合法权益跟义务。劳动法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关系而定制的法律，其涵盖了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安全、职业健康、社会保险等多个方面，旨在确保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公平、平等、合法的待遇和权利。劳动法也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实现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基础。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当下，劳动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劳动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时期，但现代劳动法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欧美国家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劳动法，其中以德国的社会保险法典、法国的劳动法典和美国的劳动法最为著名。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前苏联、中国和古巴等国家的劳动法律体系在这时候得到了建立和完善。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劳动力流动不断增加，劳动法的发展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还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 ILO。ILO 的成立推动了劳动法的国际化和标准化进程，并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标准和公约。目前，各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已经逐渐建立和完善，其中一些国家还将劳动法写入宪法，确保了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和实现。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也在不断完善和更新国际劳动标准，促进全球劳动力的公平和合理待遇。可以看出，劳动者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石，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保障。想要不断的完善劳动法，那就必定会遵循一些原则，然后依据这些原则来优化各项保障措施。那么，劳动法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呢？通常有公平、平等、保护、尊重等4大原则，这些原则语义也能直接看得出来。不过为了让大家了解得更加清楚，我就详细说说好了。首先，公平原则要求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晋升、培训等方面不得以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年龄、婚姻状况、甚至面貌等因素进行歧视，确保劳动者享有公平的机会和待遇。经常看到网络上很多大龄劳动者常常抱怨因年纪太大而受到了区别对待。其次，平等原则，在你通过面试和用人单位正式签订合同时，合同上面的劳动条件和报酬方面的，所有面试者都应该是相同的，不能说某个人是某个大官的亲属又被区别对待，他的职位、待遇啥的都要高出一大截，这确实在国内存在普遍现象。第三，保护原则，用人单位必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比如职业安全、身心健康、劳动时长、社会保障等，而且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标准，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现在国内的劳动者确实面临着拿着最低的标准薪资，
干着最长的劳动时间，无限的加着班，而他们的保障却没有得到多少提升。这里我得说一句，人要马儿跑，你用望梅止渴的方法把劳动者当成了什么？最后，尊重原则这方面的话，就是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侮辱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比如辱骂、殴打等，还不得侵犯劳动者的人身自由、隐私、荣誉等，比如限制你的自由啊，私自利用你的个人信息啊，私自利用你的荣誉啊进行宣传等等。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劳动法提供了一系列的具体含义和实现方式。例如，劳动法规定了劳动合同的订立、解除和终止的规则，明确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工资的支付标准和方式，保障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制定了职业安全、健康和劳动时间的标准，保障劳动者身体和精神健康，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保障劳动者基本的生活需求，规定了劳动关系纠纷处理的程序和方式，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些具体的措施为劳动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当然，这些具体的标准每个国家都不相同，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查询，这里就不细讲了。我想大多数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权益有哪些吧。第一，工资保障，这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之一，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的支付工资，同时还应制定和公布工资支付制度和标准，保证其透明和公正。劳动者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工资条和接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关证明。第二，休假保障，这也是我们的基本权益之一，也是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措施，像带薪年假、带薪病假、探亲假等。同时，用人单位还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避免超时工作和过度劳累。第三，社会保险保障，这是一项重要的劳动权利保障措施，它包含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接纳社会保险费，保障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劳动者也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当然，同时劳动者也应当了解自己的义务，遵循工作纪律和安全生产规程，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那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具体是什么呢？包含不同类型的用工关系和不同类型的用工人员。在用工关系方面，劳动法适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聘用关系和其他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只要两者之间产生了劳动关系，就可以享受劳动法的保护。简单来说，只要你给对方干了活，那么你们之间就存在劳动关系。有人说陈振龙是临时工，不受劳动法保护，显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用工人员方面，劳动法适用于所有劳动者，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在境内或境外的劳动者都适用。就是说，咱们即使出国做工，依旧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可以说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地保障了劳动者。看到这，你觉得自己的权益有没有受到保障呢？又有哪些权益遭到侵害了呢？那么，为什么国内对于劳动法的实施如此艰难呢？首先，我认为大部分因素还是在于劳动者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并不是说一点后盾都没有。想想看，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多少人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大部分人都是能忍则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什么活得如此憋屈？还不是那几座看不见的大山吗？当然，这只是外界的环境因素，最主要的选择权不是在自己手上吗？连自己都害怕，还谈什么自身的权益呢？很多人会说，这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的事。可我们的忍让换来的是什么？生活工作不分，上司随意的刁难谩骂，极低的工资待遇等。这些无视劳动法的用人单位，在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情况下，还会有动力去遵循劳动法规吗？我自身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于当初的用人单位没有给我算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多而举报制，然后当然就没有然后了。虽然有时候可能没有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但如果坚持的话，或许改变就在不远的将来。
自己的权益就要自己主动去维护，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还有就是用工形式的多样化，随着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用工形式，如零工、自由职业者、外包等。这些用工形式的涌现，使得劳动法的适用变得更加复杂，也为用人单位寻找漏洞提供了机会，导致很多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涌现出的各种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说白了就是规避劳动法的一种企业，因为企业如果直接跟你签劳动合同，签第3次的时候就得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所以很多企业是不愿意的。尤其是那种季节性比较强的企业，每个不同的生产季节对工人需求不一样，所以是不愿意跟工人签长期合同的。于是他们都会从劳务派遣公司去雇佣工人来。但是劳务派遣公司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由于工人跟生产企业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一旦他们发生纠纷的时候，实际上劳动者的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所以劳务派遣公司说白了就是剥夺普通劳动者劳动法赋予他权利的这么一个机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冲突呢？可以说劳务派遣公司在这个过程中间扮演的角色，它不是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企业可以不太顾及劳工的基本权益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组织。再有就是劳动者自己的权益意识不强，一些劳动者可能对自己的权益和劳动法规并不了解，也没有足够的意识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为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机会。还有就是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用人单位可能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甚至违反了劳动法规，这也使得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从这几点看，敏感个人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劳动者自己主动去了解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化，劳动法在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时，也在不断的发展变革，在不断更新完善。一方面，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包括加强对非标准化用工的保护，提高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水平，加强对职业病和安全生产的监管等。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业态的出现，劳动法也在不断调整，例如如何平衡自由职业者的权益与用人单位的需要，如何保护网络劳动者的权益，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冲击等等。总的来说，劳动法的发展与变革旨在实现对劳动者的全面保护，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最后，如果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请积极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言讨论，欢迎下次光临。最后，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拜拜，拜拜。